成亲近2年，我终于怀孕了。我急于将这好消息告诉夫君，刚走到门口，里面却传来：“阿君，你真的愿意给我一个孩子？”我答应过兄长会照顾嫂嫂，所以我愿意跟嫂嫂生孩子，肩托两房。很好啊，替兄长照顾寡嫂，就是这样照顾的。小姐，姑爷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现在进去杀了这对狗男女！不必，我自有主意。我们走。呸！不要脸的狗男女！我前2日去积安寺求来的送子水，你喝了没有？母亲诚心在佛祖面前替我求来的，儿媳自是不敢对佛祖不尊的，日日服用着。那为何肚子没有半点动静？许是佛祖觉得时候未至，我会继续诚心喝的。哼，真是没用，连个孩子都怀不起，娶你何用？母亲，我有事要说。兄长离世已1年有余，嫂嫂守着兄长着实不易，所以我决定肩讨两房。弟妹，你不要误会，阿居只是想给我一个孩子。阿居，你别怪弟妹。安鸾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我同意，夫君，我同意你和嫂嫂生孩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此你兄长也有子嗣给他上香了。安鸾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君儿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难得安鸾这般通情达理，你可得好好的对他。是，母亲，儿子知道了。母亲，我从嫁妆里拿出1万两银子，给嫂嫂喂孕安胎。安鸾，你是不是安着什么坏心？嫂嫂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只是想让母亲早日抱上大孙子。母亲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嫂嫂是不是不会这么想我了？我真是难做极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还想不想和君儿生孩子了？母亲，母亲，这怪不得嫂嫂。嫂嫂莫哭，我不会让她伤害到你的。小姐，我看他就是打着肩托的由头想跟秦易容苟合。小姐，你怎么不生气？半夏，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去配一剂绝饲药来。小姐放心，我肯定把这事儿办得妥妥的，绝对让秦易农这辈子都生不出孩子。不，这药不是给他的，这是给魏俊的，这叫从源头上断了一切念想。小姐说的对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，1刻钟后就能拿回来了。安鸾，嫂嫂她……夫君，我懂的，我理解嫂嫂，所以我才同意的。刚才在膳厅，我也只是委屈之下说的气话，我不会反悔的。你尽管和他生去。安鸾，我就知道你是最讲理的，这也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。当初我不顾母亲反对娶你进门，是对的。真当我不知道，你们娶我无非是冲着我家的钱来的。当然，我嫁给你也是冲着侯府的爵位。能嫁给夫君是我这辈的福分。夫君放心，嫂嫂备孕的事情交给我就是。夫君，喝茶润润喉。夫君，快去陪嫂嫂，这些银票买些嫂嫂喜欢的哄哄她，若是不够，再问我拿。母亲，你看嫂嫂，照这情形，说不定下个月就会有好消息了。母亲可高兴？兄长泉下有知，肯定高兴。别一天到晚的缠着俊儿，适可而止。母亲，母亲，昨儿夜里是我让夫君去陪嫂嫂的。若是嫂嫂生下侯府长孙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怀上之后就不许再缠着俊儿。是母亲。母亲，嫂嫂备孕、怀孕、生产都需要银两，我想回趟娘家，问我爹娘多拿一些银两。好，去吧。他娘的狗玩意儿！老子现在就去杀了他！肩挑不就是想光明正大养个外室？父亲且慢，你莫冲动，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。老子没办法不冲动。爹，咱去父留子，夺了他们家的侯爵。就这么干！来，咱们好好的商量一下，该怎么夺了他们魏家的爵位。我们一家3口
如此这般又这般如此的商议大计。终于大半天后，我们商议出了一个最有效的章程。鸾儿，拿好了，别舍不得用。对，咱家穷的只剩下钱，用这么一点钱财换一个信阳侯，还是咱赚了。奶奶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做，爹娘就是你的底气。等我的大外孙当上信阳侯，爹的腰杆就能挺得更直。怎么样？你爹娘怎么说？给了你多少银票？母亲，都是儿媳没用，只拿了1万两银票。给我。母亲，这1万两我只能分2000给你，剩余的8000我都用来给夫君和嫂嫂补身体。母亲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怪。安鸾啊，你可真是母亲的好儿媳。那义农备孕一事，母亲都交给你了。母亲，等我过段时间再回娘家拿钱孝敬你。好，我就知道你最贤惠能干了。呸！不要脸的老贪货！好了，别生气了，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。记住了，我们要干的是大事。小姐放心，我晓得的，绝不会拖小姐后腿。秦氏呢？怎么今日早膳只有你来请安？嫂嫂应是太过劳累，现在还未起床呢。我看他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仗着君儿宠着他，都不把我这老太太放在眼里了。只有我知道，秦义农不是恃宠而骄，他是真的无法起身。母亲，嫂嫂也是为了魏家的子嗣传承。母亲，我去上旨了。我给魏郡下的那绝嗣药，不仅有绝嗣之效，还有壮阳之功。连着2个晚上，秦义农不被折腾得死去活来，都对不起我对他们这对狗男女的成全。嫂嫂，我和母亲来看你了，给你带了一些补品。嫂嫂，这些都是我昨日去仁康堂让千金圣手给你调配的滋补品。你的身体调理好了，能更快怀上。母亲说她有话要跟你单独说，我先走了。真是便宜他了。他这会儿正被妻室训着呢。妻室是过来人，能不知道香炉里是什么吗？开心一点，记着我们的大业。小姐真厉害，算准了时间，让老夫人逮了个正着。这下有她好受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应该在嫂嫂那边吗？安鸾，你这样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，有意思吗？什么？夫君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夫君，快去嫂嫂那边，眼下让嫂嫂怀孕最为重要。不是你在易容面前说了不好听的话，让她把我推到你这边来？怎么可能？我都说了，我同意你们生孩子的。好了，你快去，一定要努力啊，尽快让嫂嫂怀上。这个月秦义农的月信没有准时来，他开心的让婢女巧儿请来大夫。阿俊，我有点头晕，还有点恶心反胃。大夫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老夫人，大夫人并未有孕，恶心反胃应该只是睡眠时间过多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没有怀孕？我这个月的月信推迟2天了。大夫，麻烦你给我们小姐把一把脉，我们小姐这个月没来月信。老夫人，夫人这是喜脉，已孕快2月了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魏侯爷，恭喜侯夫人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怀孕？你怎么可以怀孕？安鸾，你真的怀孕了？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怀孕？夫君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想抢在嫂嫂前面怀上的。大夫，可是诊错了，你再诊一遍。再诊10遍也是一样，夫人就是怀孕了，胎象很稳。半夏，赏。小姐，魏家也太过分了，你都怀孕了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关心一下。他们这个时候肯定着急商量着如何让秦义农赶紧怀上孩子呢。他们越急，我们的计划就推进的越快。走。乖乖，我的囡囡都要当娘亲了。岳父岳母，你想要肩挑，
还想让我女儿给你和这个女人养孩子？岳父，爹，你不许为难我夫君，也不许为难我嫂嫂。丫头，我是在给你出气。夫君和婆母还有嫂嫂又没让我受气。哎呦，爹娘，你们就不要管了嘛。肩挑两房又怎么了吗？大户人家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怎么不知好歹呢？我现在是孕妇，我最大，你必须听我的。你气死我了！亲家母，我对魏郡肩挑一事没有意见，我还会视秦义农生的孩子为亲外孙，我的孩子有的，他的孩子一样不少。她怀孕的时候，我也送上和今天一样的礼，亲家能够了然就好。也不知道亲家母亲家公今日来，我们也没提前准备膳食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不送了。半夏，送一下父亲母亲。夫君，妾身现在怀孕，实在不便服侍。夫君要不先去嫂嫂院子里？好，你安心养胎。此后我开始很小心，所有的吃穿用度全由半夏和自己的心腹经手。毕竟这孩子可是我和安家的依靠。小姐，秦一农那边有动作了。哦，什么动作？这都半年了，他的肚子还是没有一点起色。他让巧儿在寻小官了。我已经知会老爷和夫人了，他们那边已经按着小姐之前吩咐的，把人准备好了，只等巧儿找上人，找准时机，带到秦一农面前了。很好，等着鱼儿咬钩吧。走，陪我出去走走，得刺激刺激他，才能让他就着我们放下的饵一口咬上去。安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日孩子闹得有些皮，出来走动走动。嫂嫂，什么时候能有好消息啊？可不能学我3年2载才怀上，这样母亲肯定会很失望的。我才不会像你！嫂嫂嫁给兄长，直至兄长临世，也得有2年之久吧？你得抓紧时间呀。若是我生产又做完月子，那夫君可就不能再独属于你一人了。我听老人说，人的运势一旦打开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安鸾，你不要脸！真是一点也不惊激啊！你吩咐下去，可以把2枚棋子都放出来了。是，小姐。母亲，我现在怀有身孕，恐怕不能给您侍疾了。老夫人，我们家小姐也病了，不能来为您侍疾了。什么？一农也病了？嫂嫂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这么烫？母亲那边有郎中，我留下来照顾您。不用的，阿俊。身为儿媳妇，在婆母生病时不能侍病已是不孝，哪里还能再让你陪在我身边的道理？好，好好照顾嫂嫂。小姐，秦一农出门了。他这几日应该每天都会出门会小官，告诉那小官卖力些，油少。小姐放心，老爷夫人那边都安排妥当了。小姐，你只要安心养胎就是了。我们小少爷啊，真乖。母亲，我刚找牢中看过，牢中说我已有身孕。好，母亲，这是佛祖显灵呢，知道我们新城，让我和嫂嫂都怀上了。母亲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还愿，最好是夫君一起去，因为魏郡该吃苦头了。15这天，我们一家前往基安寺上香还愿添香油。我让半夏去知会了爹娘，提前做好准备。魏郡身为我的夫君，本应该与我同乘一辆马车的，但是秦一农一个头晕恶心又身体乏力，就把他给勾了过去。弟妹，你不会怪我让阿俊陪我吧？我实在是没办法。安鸾，夫君，你陪嫂嫂就是。嫂嫂刚怀孕，正是需要你陪在身边的时候，我有母亲陪着就行了。
阿俊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缝制的香囊，可保平安顺累，我给你带上。一农有心了。很好，魏俊赴死的第一刀，是他的心尖宠秦艺农捅的。夫君，你要护好嫂嫂，莫让人撞到她。嫂嫂才刚怀上你的孩子，一定要小心。夫君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都说了让你要护好嫂嫂的，你怎么还故意松手？你知道嫂嫂为了给你怀上这个孩子，这半年来有多么拼？你明明也很期待和嫂嫂的这个孩子，怎么还这么粗心？安鸾，你别狡辩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嫂嫂现在怀上你的孩子了，就可以不珍惜了？你忘了这半年来你们为了这个孩子多勤奋了？大夫人，你小心点，奴婢扶着你。我家姑爷一点都不体贴。就是，你离嫂嫂远一点。我怎么看着这人这么像信阳侯？不是像，就是那是他的寡嫂，相府的二小姐秦艺农呀。这叔嫂两人这么不要脸的吗？竟然干这等龌龊之事！哈哈哈哈！魏大公子的棺材板盖不住喽！安鸾，你做的好事。母亲，你也觉得我们今天来还愿添香油是好事啊？母亲，我们快进寺吧。香油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足足5000两，真是佛祖保佑，让嫂嫂这么快就怀上了夫君的孩子。二夫人傻了吧？竟然乐意把自己的夫君分一半给寡嫂。就是啊，自己夫君都肩挑两房了，还傻乎乎的拿自己的钱贴补他们。信女安鸾诚心叩谢佛祖，感谢佛祖显灵，保佑我魏氏多子多福，保佑我寡嫂怀上一子。夫君，到你了，快叩谢佛祖给你和嫂嫂送子，然后给佛祖上香添衣。你也去上香。怎么样啊？你们尽管用最好的药，一定要治好我夫君的腿。都是因为你们这个破庙啊，害得我儿子瘸了。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好看！阿弥陀佛，施主难道不觉得这是佛祖的惩罚吗？什么惩罚？施主是基安寺的忠实信徒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跟佛祖祈求的事，哪一件没有顺心顺意？施主为2个儿子求取的姻缘，是否都顺遂了？施主为子求嗣，是否也顺遂了？施主求的锦衣玉食，是否也顺遂了？施主好好想想，到底是哪件事情让佛祖动怒了，以至于他这般惩罚？为佛祖添油香的钱，不必了。嫂嫂，你那会儿真的不应该拉夫君的。你如果不拉他，夫君也不会摔倒，也就不会被砸断腿。阿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把你拉过来，不让那佛像砸中你。我没想到会好心办坏事而已。我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想看到你受伤的。安鸾，你责怪嫂嫂做什么？嫂嫂怎么会有坏心？你别没事找事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来，我能受伤？说到底还是你的错。确实都是你的错，你赶紧拿钱出来给君儿养伤。不管用多好的药，若是君儿留下什么后遗症，我饶不过你。是，母亲。好啊，拿钱又出药，那就享受最后一段时光吧。待秦艺农的孩子生下，让你亲眼看到这一顶绿帽后，
就该是你上路的时候了。回府后，魏金在秦义农的院子里养伤，我只负责出钱。但我知道，秦义农不会就这么甘心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侯府次子的。夫人，侯爷请你去一趟慕农居。嫂嫂，这是怎么了？安鸾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敢对义农孩子下毒手！夫君，我怎么会对嫂嫂和孩子下毒手？嫂嫂怀孕，我比谁都高兴的呀！你看，前段时间我爹娘还给嫂嫂送了1马车的贺礼呢，我也每天都给嫂嫂送安胎银。夫君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碗东西是不是你让人端来给义农的？大夫查出里面渗有红花。没有啊，我今日也没有给嫂嫂送，这不是我送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的孙儿有没有事？母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弟妹在给我送来的血燕粥里下红花，她想要害死我的孩子。你说这碗血燕粥里放了红花？这粥是我让人送来给你的，是我让郑嬷嬷亲手熬的。你告诉我，里面有红花？你是想说我要害我孙儿，还是郑嬷嬷要害她的小主子？夫人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啊！我看你真是闲得没事干。我警告你，若是你把我的孙儿做出个好歹来，别怪我把你赶出侯府。义农，跟母亲和安鸾道歉。自那后，秦义农安分了，在自己的慕农居静心养胎。侯爷恢复的不错，好好养着，以后不会落下病根的。大夫，那为什么我儿还是每日食欲不振，还伴有恶心反胃呢？许是侯爷与夫人过于恩爱了，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与夫人一样的孕期反应。没想到阿君这么爱妾身，可是妾身不愿看阿君这么痛苦。义农，能为你承担痛苦，我愿意。很好，魏俊将死的第2刀还是他捅的。我的肚子大得很快，胃口也很好。爹娘花大钱给我请了一个厨子，专门按我的口味做膳食。安鸾，义农怀孕后一直胃口不好，还总犯恶心，以后膳食也按照她的口味准备一份。万一嫂嫂又说我下毒害她呢？我可担不起这个罪责。还有啊，你和嫂嫂说，每月的那5000两银票我也收回来了，以免嫂嫂担心我再给她的银票和银子下毒怎么办呢？这一日，我的肚子发动了，我早早请了大夫，都是绝对信得过的。爹娘花大钱请了10几个身手不凡的护院，将院子保护得如铜墙铁壁。生了，是个小少爷。好丑，哪有这样说自己儿子的？小孩子刚生下来就是这样，养养长开了就好看了。那你和爹养，我不养。好，我们养，我们囡囡就负责开心快乐的生活，任何烦心事儿都有我和你爹。对，一切都有爹娘在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得知我生下儿子，听说秦义农急得团团转。他现在也4个多月了，问过把脉的郎中，说是男胎，但他还是担心，于是正着手做着准备。我怎么越看越感觉这孩子不像我们俊儿，倒是和你长得有8分相似。许是小老虎更爱娘亲吧。孩子就取名魏真吧，义农月份也快到了，那时孩子定会与我相像。那个孩子一定会让你们大惊失色的。小姐，秦义农的婢女巧儿在外寻着月份差不多的产妇，让人盯紧了，绝不可以让她把孩子抱进府。小姐放心，我们的人死盯着。老夫人请你过去一趟。嬷嬷，老夫人可有说是什么事？据奴婢所知，
应该是想让夫人出钱为侯爷铺路，好让侯爷的上峰提拔他。听老夫人与侯爷的意思，这次至少得让你出个100来万。嚯，也不怕撑死他们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嬷嬷。半夏，照顾好小老虎，我去就来。母亲，嫂嫂身子可好？眼见临盆越来越近，嫂嫂可得做好准备。弟妹如今可是侯府的大功臣，生了儿子，自然是要多为侯府出力的。嫂嫂说笑了，嫂嫂肚子里怀的也是侯府的孩子，一样金贵。安鸾啊，今日叫你过来是有事与你商量。母亲，儿媳正想找您商量一件事呢。什么事？母亲也知道，前些日子为夫君治腿，为嫂嫂安胎，为母亲养身子，再加上小老虎出生，处处都是花销。儿媳的嫁妆银子已经花去大半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你娘家不是京城首富吗？怎么会没钱？母亲，我娘家是有钱，可我爹娘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先前给我的那些已经是他们心疼我，如今我再回去要，我爹说了，要银子可以，得打借条，还得算利息。你骗人！你爹娘那么疼你，怎么可能不管你？嫂嫂有所不知，就因为我执意要拿钱给夫君和嫂嫂用，我爹气得差点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他说他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不是拿去给魏俊养别的女人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给魏俊养女人？母亲息怒，这是爹说的气话，儿媳并不这么想，只是儿媳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银子了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用侯府的产业做抵押。我爹说了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他就愿意借。安鸾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想拖了侯府的产业？安鸾，你嫁进侯府，侯府就是你的家，你竟然想拿侯府的产业去抵押？母亲误会了，儿媳绝无此意，儿媳只是如实转达爹的话，若是母亲觉得不妥，儿媳回绝了爹便是。不行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侯爷出事了！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去请大夫，请城里最好的大夫，银钱不计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看他做什么？我在问你，你还不老实回答？小侯爷和秦氏的弟弟在青楼因为一个女子大打出手，小侯爷被秦家少爷打成这样的。母亲，你打我做什么？这事与我无关啊！你最好祈祷俊儿无事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大夫，我夫君怎么样？脸上身上都是外伤，好治，伤得最重的是命根，只怕没希望了。母亲，你现在中风了，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夫君那边除了不能人道，倒也没有性命之忧。母亲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今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？哦，母亲是想让我拿出100万两银子，为夫君的仕途打点一下。是啊，可是母亲，夫君的腿又断了。什么？断的还是同一条腿，是被嫂嫂的弟弟一棍子打断的。不止腿断了，就连肋骨都被打断了3条。夫君这个样子还怎么去上职呢？只怕又得在家中休养个1年半载了。所以母亲，儿媳觉得这笔钱没必要拿出来。信不信你？信不信你？母亲，是我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待夫君养好身子，再另做打算不迟。或者也可以让嫂嫂回相府，让相爷替夫君留着位置。毕竟这次是他们相府有错，应该补偿我们的。母亲安心养身子，我去嫂嫂那儿替母亲传达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若是敢动我一下，母亲和阿俊不会放过你的。嫂嫂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我可不是嫂嫂那般容不下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容不下谁了？嫂嫂放心，我是不会做于夫君于魏家不利的事情。我来只是替母亲传个话。什么话？母亲说让嫂嫂在慕农居安心养胎，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哪儿也别去。看在孩子的面上，她不追究你弟弟打残夫君一事。不可能，母亲不会这么做，她不会软禁我的。安鸾，这一定是你的主意。进来。
嫂嫂放心，这绝对是母亲的意思。好了，不打扰嫂嫂养胎了，我还得去照顾夫君。你们好好照看嫂嫂，不许她出木农居半步。诺。安伦，你放我出去！阿君和母亲知道了不会放过你。如今的侯府，所有人都为我所用，为我的命令是从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来救你？夫君，疼吗？你想想办法，能不能花点银子进宫请个太医？我不信，定是庸医误我。夫君不信大夫的话，可以自己伸手摸一摸，应该也能摸得出来他们还在不在。安伦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舍得花钱？这不是钱的事情，而是花再多的钱，也改变不了你成太监的事实。你闭嘴！夫君可知，母亲中风了，半瘫，嘴眼歪斜，口齿不清，需得花大量的银钱养着。你的伤也是，也得花钱。还有秦义农和他的孩子，处处都得花钱。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你什么意思？安伦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大个侯府，我们得省着点花，不能坐吃山空。你那么有钱，你娘家那么有钱，怎么会坐吃山空？我爹娘的钱是我的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为什么要养着你，养着你的姘头和野种呢？我的钱只负责养我自己和我生的。你当初同意我肩挑的？对啊，我没有反对啊，我还砸了这么多钱下去呢。可是你没有让我看到砸钱下去的收益啊！我是商人，商人重利，既然没有利，那我只能及时止损了呀。安伦，你，夫君，好好养伤，再过2个月，你又能当爹了。可千万别撑不到那个时候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安伦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现在这样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安伦，你这个毒妇啊！叫吧叫吧，反正疼的不是我。母亲和夫君病重，需要好好休养，不得擅自外出走动，你们需好生照顾。是。下人们很有眼力见，把我吩咐的事情办得妥妥的。不管是魏俊还是妻室，都只能乖乖待在房中，闹不到我面前。侯爷，该喝药了，这是夫人特意吩咐熬制的养伤药。安伦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你去告诉他，只要他肯放我出去，拿出银两为我医治，我既往不咎，日后依旧让他稳坐侯夫人之位。侯爷，如今的侯府，谁还会在意这空名头的侯夫人？我家小姐有钱有子嗣，何必守着一个残废废人？您还是安分喝药，别自取其辱。等等，我问你，我母亲如何了？她是不是被安伦刻意苛待？老夫人衣食无忧，只是嘴不能言，身不能动罢了。当初她百般刁难我家小姐，日日嫌弃小姐无所出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不过是因果轮回。小姐，魏俊又在屋内发疯，还妄图让下人听命于他，底下人早已无人理会。妻室今日清醒片刻，一直在咒骂小姐，随他们去骂去闹，如今越是挣扎，日后摔得越惨。吩咐下去，魏俊的汤药不必断，药效保留，只求吊着他一口气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秦义农生下野种，奴婢明白。对了，小姐，秦义农那边情绪越发焦躁，连日打骂贴身婢女，还偷偷让人给秦府传消息，这是想让娘家人出面啊，就不知道他娘家人给不给他这个面子。我乃秦府管家，奉命探望我家小姐，你们区区侯府下人也敢阻拦权贵，速速让开！请管家见谅，我家夫人有令，如今侯府内眷身子孱弱，需静养安胎，谢绝一切外客探访，还请管家原路返回。二夫人，我家小姐身怀6甲，孤身被困侯府，秦大人忧心不已，特命我前来探望，还望夫人通融。秦管家说笑了，嫂嫂在侯府衣食无忧，安胎服婢从不短缺，何来被困一说？如今魏俊重伤，老夫人病重，侯府混乱，若是外人随意入府，冲撞了孕妇，谁能担责？况且令郎在青楼寻衅，无故打伤我家夫君，断其筋骨，毁其根本，秦家尚未给出半句道歉，如今还想探人，秦相若是不懂规矩，我不介意将青楼斗殴之事传遍京城权贵群。既然夫人这般说，那我便不强行入府，还望夫人善待我家小姐。我自有分寸，回去告诉秦大人，管好自家子弟，莫要再惹是生非。小姐，这秦管家刚才气焰嚣张，被您几句话拿捏得死死的，真是痛快。秦家向来趋炎附势，贪慕权贵，拿捏他们最简单不过，
派人盯着秦艺农，但凡他们有任何小动作，立刻上报。是。这段日子我过得很惬意，每天陪小老虎吃喝玩乐，隔三差五爹娘就过来陪他玩，可稀罕他了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夫人，大夫人要生了。太好了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，快去请母亲和魏俊，得让他们亲眼看着秦艺农的孩子出生。母亲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阿鸾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让母亲进产房？进产房自然是看着秦艺农生孩子啊，万一他生的是女儿，但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从外面抱进来一个男孩，那侯府的血脉不是乱了？有母亲坐镇，才万事安心。艺农不是这样的人。哦，那一会儿你别自己打脸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秦艺农给你下了慢性毒药啊。不可能！夫君不是最宝贝这个香囊了吗？干嘛扔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我……秦艺农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偷男人，你竟然敢生下一个野种！现在知道他为什么给你下毒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侯爷，戴夫人生了个小少爷，但是……秦艺农那贱人呢？母亲做主，把他和孩子送回秦府了。一起送过去的还有一封休书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偷人的事情？安鸾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会信吗？安鸾，还好你没有背叛我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们一起好好的培养小老虎。可是我不想跟你过了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可是安鸾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已经有儿子了，待他长大，我把侯爵给他，我们去游山玩水，我带你走遍你想去的每一个地方。魏俊，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吗？在你和秦艺农苟合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不要你了。我这人有洁癖，被别的女人碰过的东西，我是不会要的。你看，我有钱有儿子，你的爵位你又带不走，也是我儿子的，这样的日子不好吗？我为什么还要回收你这么一个肮脏的太监呢？是你做的对不对？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，是不是？你故意同意我肩挑，让我们放松麻痹，然后对我们一个一个下死手。安鸾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好不好死，你肯定看不到，但你的下场我看到了。你娶我不就是为了我家的钱？你们是不是还商量着如何让我爹娘死得悄无声息，好吞了我的家产？可惜没能让你如愿了，安心的去吧。我会把儿子好好养大，培养成人，绝不会让他沾上一点你们魏家的陋习。安鸾，魏俊死了，我为他办了全京城最风光的丧事，棺木是金丝楠木，寿衣是云锦织就，光是纸扎的童男童女就烧了749对。侯夫人节哀，侯爷年纪轻轻便去了，真是天妒银才。多谢夫人宽慰，只恨妾身福薄，没能照顾好夫君。如今妾身唯有将孩儿抚养成人，继承侯府家业，方不负夫君在天之灵。侯夫人年纪轻轻便要守寡，实在令人心疼。这是妾身的命，妾身认了。夫君虽去，妾身生是魏家的人，死是魏家的鬼。姑爷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？你让我们小姐可怎么活呀？母亲，您莫要太过伤心了。夫君虽然去了，可您还有儿媳，还有孙儿，儿媳会替夫君好好孝敬您，绝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你是毒妇，是贱人！母亲想说什么？想说是我害死了你的儿子，可惜啊，没人会信你。如今的你就是个瘫在椅子上的废人，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。你猜
外人看见我这么尽心伺候你，会怎么夸我？婆婆因丧子之痛神志不清，方才竟说些胡话。做儿媳的看着婆婆这般模样，实在心如刀割，还请诸位莫要见怪。侯夫人至孝至贤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是啊，老夫人中风至此，若非侯夫人悉心照料，怕是早就……哎，魏家有幸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儿。来人，外面风大，请老夫人回房休息。这等孝心，满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不知廉耻的孽女，私通外族之人，生下野种，败坏秦府百年门楣。你可知，以你一人，秦家沦为全京城笑柄？父亲，女儿知错，求父亲饶恕女儿。女儿只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！魏家送来休书，满城皆知。你让我秦府今后如何立足朝堂？小姐，相爷有令，为保秦府名声，今日起断你生育能力，永久囚禁偏院，不得踏出房门半步。不要！我不要喝药！父亲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能这般对我。从今往后，秦府没有你这个女儿，好好在偏院反省。安鸾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姐，秦一农被送回秦府后，秦相便把他囚禁偏院，还逼他喝下了绝孕汤药。那名外族婴儿听说被秦府悄悄送往偏远山村，生死无明，自作自受。他贪慕虚荣，觊觎他人夫君，妄图踩着我上位，如今的下场皆是报应。小姐还有一事，其实这两日安静了很多，只是婆子来报，整夜的睁着眼盯着房梁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让大夫去看过没有？看过了，大夫说老夫人是油尽灯枯之相，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了。知道了，药照就送，吃不吃由他，一日三餐不可断，别让人说我们侯府苛待病人。旁的不必理会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差，把咱们侯府的大门围住了。为首的说是大理寺的人。大理寺？他们来做什么？管家，将小老虎交给心腹嬷嬷，没有我的话，不许任何人带走他。半夏，走，随我去看看。大理寺，魏俊已死，妻室已瘫，谁还能惊动大理寺？大理寺少卿陆正恒，有人状告信阳侯夫人安氏以毒药谋害亲夫魏俊，虐待婆母妻室，私吞侯府家产，滋事体大，请安氏回寺问话。什么？侯夫人谋害亲夫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没听说吗？魏豪爷死得蹊跷啊，年纪轻轻就没了，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血口喷人！我家小姐为侯府操碎了心，孝敬老夫人，善待夫君，持家有道，全京城谁人不知？你们凭什么诬陷好人？本官奉旨办案，若有冤情，到了大理寺自可分辨。安氏，请吧。陆大人，妾身虽是妇道人家，却也知大理寺是讲王法的地方。既然有人状告，妾身自当配合。只是妾身尚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妾身的婆母中风瘫痪，离不得人照看，孩儿也尚在襁褓，亦需母亲，请大人容妾身安排一二，安置好老母药子，再随大人前往，可否？可以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。谢大人。去查一查告状人的底细，本官怎么觉得这案子来得有些蹊跷？是，大人。是谁告的状？秦家？不可能，秦一农偷人生子，他们巴不得这事永远烂在肚子里。戚氏的娘家人，戚家早已没落，连进侯府大门都难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。你以为我真的贪了？我忍了这么久，就是等今日。我让娘家的侄儿去大理寺告的。安鸾，你完了！你害我君儿，我要你偿命！不可能是你，你现在这样，连个簪子都拿不怂，更别提凿墙。而且您说，谁会信一个中风瘫痪的老人能从床上爬起来，抠开墙壁，写出状史？您现在这副样子，任何大夫来看，都是重症中风，半身不遂。您说的话，没人会信。来人，老夫人摔倒了，快请大夫！母亲，您怎么了？儿媳
息在这里，您别怕，大夫马上就来。这安氏看着不像谋害婆母的样子啊，反倒是一片孝心。确实，若真虐待婆母，哪会这般尽心？传戚伯安。你状告安氏3条大罪，可有人证物证？回大人，草民是听姑母说的，姑母在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说是安氏下毒谋杀亲夫，还断他的药。纸条在何处？草民烧了。烧了。本官派人去妻室房中查看，在你姑母的床下找到了这只魔尖的银簪，墙上有抠挖的痕迹。但本官问过了，妻室重伤中风，双手连饭碗都端不损，如何能卧簪抠墙？如何能写出字条？你老老实实交代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就是他害了魏俊，又害我姑母，大人明鉴呀！表弟，我知道你家中困顿，想要银两度日，可你不能为了银子就来诬陷我啊！你若缺钱，只管跟我开口，我念在婆母的份上，自会接济你，何必闹到大理寺来？戚伯安，本官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收了何人的好处？大人饶命！草民说实话，是齐府的秦一农，他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去告安氏，说事成之后还有100两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本案查明，戚伯安受人指使诬告献阳侯夫人安氏，按律当杖20。秦府秦义农设计诬陷，待缉拿归案后另行处置。安氏无罪释放，侯府家产悉数归还。小姐，查清楚了，是以前在秦一农院子里的小厮给2人里应外合传的消息，已经把他赶出府了。好，看来也该给这侯府立立新规矩了。侯府遭藏大变，诸位这段时日辛苦了。今日召集大家，是想说说以后的规矩。第一，侯府从此闭门谢客，3年内不参与任何宴请聚会。夫君心丧，母亲重病，侯府上下当守孝为先。第二，府中所有开销用度由半侠统管，每一笔账目需经他过目签字方可支取。第三，老夫人病重，需静养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出老夫人院子，违令者杖40，发卖出去。诺，谨遵夫人令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好生做事，侯府不会亏待忠心之人。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已将魏家的田产铺面全都清算了一遍，除了这座侯府宅子，他们名下的产业总共只有城南一间半死不活的粮铺和城郊30亩薄田，1年的进赏不过200两银子。就这点东西，当初戚氏还敢在我面前摆侯府的谱，魏俊母子俩还真是空手套白狼的好手。可不是，这些年若不是小姐的嫁妆撑着，这侯府早就揭不开锅了。他们还敢嫌小姐是商贾出身，真是不要脸。从今日起，魏家的田产铺子全部变卖，所得银两充入小老虎的教养之资，那30亩薄田也不必留了，卖掉。是。半夏，去请最好的匠人，把府里所有匾额重新漆一遍，只漆献阳侯府4个字。至于落款，不必再写魏氏，奴婢明白。魏家的匾从此只挂我安家的名，3代侯爵到头来不过是为我而做了嫁衣。小姐，戚氏那边又闹起来了，婆子说她今日清醒了些，看见别额被换了，气得将药碗砸了，嘴里不停地骂您，让她骂一声便断一顿药。什么时候学会安静了，什么时候再给她。是。卵毒妇，老夫人，夫人吩咐了，这药您若是不喝，今日便没了，您自己掂量着办吧。俊儿，我的俊儿。夫人说了，老夫人的院子除了送饭送药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若是老夫人又闹，便不必理会，闹累了，自然就消停了。是。我的乖孙，外祖母可想死你了，瞧瞧这小脸儿又长开了些，越发像我们囡囡了。娘，您又带这么多东西来，小老虎一个人哪里用得了这么多？哪里多了，我可是按着你爹开的单子买的。他说了，咱家的小侯爷吃穿用度都得是最好的，我还嫌少呢。爹这是要把安家搬空啊？鸾儿，娘今日来，还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你爹让我问你，接下来是不是该给小老虎请封世子了？是该请封了。魏俊已死，小老虎是他唯一的嫡子，按大良律，侯爵嫡子满周岁便可请封世子，这事儿一早不宜迟。鸾儿，你终于熬出头了，以后这侯府就是你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囡囡啊，当初你说要去父留子，
爹还担心你斗不过他们魏家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。爹，其实并不难。他们魏家不过是外强中干，只要拿捏住他们的命门，便如摧枯拉朽。可是楠楠，你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啊！娘一想到你一个人面对那些虎狼之人，这心里就难受。娘，我不觉得苦，为了小老虎，这一切都值得。楠楠，如今侯府是你的了，小老虎马上就要成为世子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爹娘，我想让安家的生意做到京城每一个角落。你是说，以前安家虽然有钱，但终究是商贾，被人瞧不起。如今不同了，小老虎是信阳侯，我是信阳侯的母亲，有了这层身份，安家的生意便不再是低贱的商贾之业，而是侯府的产业，谁还敢瞧不起？好，好，我闺女就是有出息，爹支持你。娘也支持你，安家的银子你尽管用，不够娘再给你凑。魏家的人瞧不起商贾，可他们却忘了，正是这商贾之女，让他们魏家苟延残喘活到了今天。信阳侯府做生意童叟无欺，如今我偏要让这商贾之业成为京城最体面的营生。